宝宝，过来吃饭了。来来来，哟，哦，来，宝宝，吃干净了，浪费1粒米，看我不抽死你！这死丫头啊，也只配吃狗剩下的。要不是要从他妈那拿钱，我早就把她赶出去了。正在吃饭呢，打什么电话呀？弄得我都没胃口。妈，云云呢？你们最近没什么事吧？有我和你妹妹看着，好吃好喝的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怎么，你把云云交给我们不放心啊？要不你接回去了？妈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云云呢？我想跟她说几句话。妈，我跟姐说。姐，云云在写作业呢，咱们呀就不要打扰她了。哦，对了，云云的生活费快用完了，你再打点过来吧，再打个1万块钱。好，那云云就拜托你跟妈好好照顾了啊。姐，放心吧，保证啊，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。多亏了妈妈和妹妹一直在照顾云云，我才能安心的在外地工作，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。他们帮我了那么多，那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。微信到账1万元。怎么样，钱转过来了吗？转过来了，有云云那死丫头，她不敢不转。赵婉婉那个野种，能让我们衣食不愁，过上好日子，她也就那么点用处了。哎，老婆啊，不知道谁在咱们单元门口放了一个小孩，我看着实在可怜，要不以后就留在咱们家养着吧。不行，莫名其妙的抱个孩子回来，谁知道你是捡回来的，还是和外面的狐狸精生的野种？当初那死鬼死活非要养着赵婉婉的野种，现在赵婉婉竟然还想让我帮她养女儿。呸！就不是看她能赚钱，老娘早就把他们母女俩轰出家门了。看他今天能帮我们拿到1万块钱的份上，今天我就少喝点好吃的吧。那外婆给你馒头吃，你跟外婆说谢谢了吗？谢谢外婆。现在才说，晚了。今天我就打烂你这张嘴，让你再也说不了谢谢。钱都转过来了，还打电话来干嘛呀？谁还有功夫搭理他？下次跟你妈说，别总打电话过来，耽误你学习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了。吓我一跳，你妈吓我一跳，你这个当闺女的就替她赔罪吧。走。小姨，放了我！小姨，放了我！求你放了我吧！刚刚忘了跟妈说了，票我都买好了，准备回去看看。就是给她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接，可能是在忙吧。算了，那我就直接回去给他们个惊喜。小丫头体力就是好，昨天晚上看上去啊，跟快死了似的，一晚上过去又生龙活虎了。你看看，力气多大呀！还不是我们磨练的好，要不是每天打她几顿，哪能有这么好的体力呀？看你这死丫头呗！要是没有她，姐姐的钱就全都是我们的了，也没有人跟我们争家产。哎，看不见我们脚下这么多瓜子皮吗？还不快过来跟我们收拾了！都5岁了，还这么没养家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小姨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
起，小姨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受伤，不用花钱去诊所。既然没事，还不赶紧滚过来，把瓜子给收拾了。再这么毛手毛脚的，就去厕所住去吧，听到没有？我知道了。给妈妈买了她最喜欢的名牌衣服，还有妹妹最喜欢的名牌包包，一共就花了几万块钱，他们应该不会嫌弃吧？算了，回去问问他们需要什么，再买给他们好了。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一共3天假期，我得赶紧回去抱抱我的云云宝贝。好，好，好，洗干净了，今晚给你个干净的馒头吃。谢谢小姨。你干什么？让你洗个脚，你有意见是不是？洗脚都洗不好，想划死我是不是？小姨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用的东西，让你洗个脚都洗不好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不对，你好像还真能干点有用的事儿。我最近看中了一款包包，你去给你妈打电话，让她帮我买，就说是你看中了一款典藏版的包包。小姨，我不想骗妈妈了。你说什么？小姨，不要打我！我给妈妈打电话。怎么了，云云？是不是想妈妈啦？妈妈，我喜欢上了一款现在我的玩物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好啊，多少钱？妈妈现在就给你转过去啊。要2万。云云，什么娃娃要2万块钱呀？跟谁学的？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。可能是妈跟妹妹太宠着她了，所以她才对花钱没概念，这也不能怪她。好了，云云，别哭了啊，妈妈这就给你转过去啊。等我回去了之后，还是得告诉云云，妈妈赚钱也不容易，不能在玩具上面花这么多。不对呀，刚刚我说云云花钱大手大脚，她好像很委屈，而且眼神好像一直在往旁边瞟，好像是在询问别人该怎么跟我说话，脸蛋好像也红彤彤的，好像是刚刚被人打过一样。难不成是有人逼着他问我要钱？是妈妈还是妹妹？喂，夏夏，那个你能不能帮我去我家看看云云有没有受欺负？我有点担心云云。好，你别着急，我就过去了。2万，妈，这死丫头又给我赚2万块钱，咱们今晚去逛街吧。真的2万？是啊，哎呀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啊！不行，我得把他关起来，省得他打坏东西。云云，走，外婆带你去玩去。进去，外婆陪你玩捉迷藏。外婆，我会乖乖的。怎么，外婆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嗯？
死丫头，还敢跟我顶嘴！哼，这才放心。走。婉婉，你别急，我到你家门口了，马上就能看到云云了。希望云云没事吧？可是我心口跳得厉害，夏夏，我是真的很害怕。阿姨，我是徐夏，婉婉过来叫我给云云送点零食。徐阿姨，救我！徐阿姨，求求你救我！云云，你别害怕，妈妈马上就回来。夏夏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，我要知道云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云云，我是徐夏阿姨，你先把门打开，我这就来救你了。徐阿姨，救我！徐阿姨，救救我！云云不知道怎么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夏夏，你赶紧找东西把门给砸开。妈，我这包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好眼光怎么样？我宝贝女儿的眼光当然是最好的了。你给妈选的衣服啊也好看，还是你贴心，不像赵婉婉那个没用的东西，整天在外面工作都看不到她人，养她这么大有什么用？徐夏，你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云云一个人在家很救命？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待云云的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姐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云云病了，我和妈去给她拿药，这也有错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去给云云拿药去了。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对云云好，就赶紧把她领回去，省得成天在这疑心疑鬼的。你们是去给云云拿药了？喏，看到了吧？那云云为什么哭得那么惨，还求着夏夏说赶紧救救她？这小贱种，竟敢给我惹这么大的麻烦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她！云云病了，她一个人在家害怕，叫2声怎么了？难道这就能认定是我们虐待她了吗？阿姨，要不我还是进去看看云云吧，这样婉婉也更放心。不行，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云云，确认一下她的情况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，阿姨？妈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心虚的样子？夏夏，你赶紧再跟云云说几句话。云云，我是徐夏阿姨。阿姨问你啊，家里有人欺负你吗？你一定要实话实说，阿姨跟妈妈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阿姨，我……圆圆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你一个人在家，害怕就说害怕，说什么让阿姨救你啊？这下好了吧？让你阿姨和你妈妈都误会了吧？云云，你自己说，咱们家有人欺负你吗？妈妈在外工作已经够辛苦了，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就是太害怕了。谢谢小姨和外婆回来了，我没事了。谢谢你能来看我。那阿姨可以进来看看你吗？我现在生病了，怕传染给您了。等我病好了，和小姨、外婆一起来拜访阿姨，好不好？云云都亲口说没事了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辛苦你了，等我回去了，请你吃大餐。谁稀罕你的大餐了？只要云云没事就好。啊，阿姨，圆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婉婉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吃饭。死丫头，看老娘今天不剥了你的皮！谁呀？难道时下那个小贱人不放心，又杀了个回马枪？他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？你好，你的快递到了。回来再收拾你这个小东西。怎么，都亲眼去看过了，还不放心？我总觉得我妈和圆圆对我的态度有点奇怪，他们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
夏夏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再帮我办一件事儿？你说想让我干什么？云云上的是全市最贵的贵族幼儿园，我想让你去学校里面帮我问一下，云云平时表现怎么样？这死丫头最近表现还不错，再给她个馒头吃吧。饿死鬼投胎呀你！吃那么大口干嘛？外婆，我想上幼儿园，妈妈把上幼儿园的费用给你们了，我是可以上幼儿园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次。婉婉，我去了那个贵族学校，可他们园长说根本没有云云这个学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的好妈妈，还有我的好妹妹，很有可能压根就没让云云上幼儿园。怎么可能？他们可是云云的亲外婆和亲小姨啊！没关系，明天一早我就到家了，到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他们要是真的敢欺负云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不就是被狗咬了吗？喊什么喊啊？把嘴闭上，还让不让老娘好好吃饭了？可是真的好疼啊！谁让你跟我宝宝抢饭吃的？他去找你，那他肯定是因为没吃饱啊。你把狗盆给他不就行了吗？就这么爱吃是吧？那我就让你吃个够。云云，妈，人呢？没在家吗？还是带云出去了？本来还想着回来能第一时间见到云云呢，正好问她最近生活的怎么样，没想到扑了个空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我家宝宝没事吧？狗看起来没什么事，不过嘛，这小姑娘被狗咬了，看起来情况挺严重的。你们赶紧带她上医院看一下吧，最好打一下狂犬疫苗。狂犬疫苗那得好几千吧？不打，我们不打。这死丫头身体好得很，咬一口而已，死不了。对啊，医生，你随便找点纱布给她包扎一下吧。这一直流血，看着也挺膈应人的。不是，怎么感觉在你们眼里，这条狗的命比孩子还重要啊？赵婉婉，现在打什么电话呀？哎，妈，给他打回去。我又想到了一个让他给咱拿钱的好办法。哦，什么好办法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管好你的嘴，别乱说话。妈，圆圆呀，圆圆，那个你跟妈还有云云呢，没在家吗？出门啦？姐，云云她出事儿了。什么？什么事啊？云云怎么啦？哎呀，你别哭了，你赶紧说话呀！云云在虐待狗狗的时候，不小心被狗狗咬了一口。什么？医生说要打狂犬疫苗，要拿很多的药，还要花很多的钱。可是姐，我跟妈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呀？你快点打点医药费过来吧。好，我这就给你转钱啊！你跟妈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云云，药也要用最贵的，你听到了吗？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妈一定好好照顾云云，保证不让她留下一点疤痕。对了，姐，医生说医药费要5万块，你快点打过来吧。怎么样，妈？
轻轻松松又5万入账喽。好。也许云云真的被狗咬了，但是妈跟妹妹肯定没在医院，他们在骗我。在我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对待云云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再给他们转1分钱的。我手机上有定位，能看到他们在哪儿。宠物医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问问，他们到底是给狗看病，还是给云云拿药？转过来了吗？怎么回事嘛？赵媛媛这死丫头都敢找借口不给人打钱了，她是不是开始怀疑咱们了？好啊，这个野种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换他要个5万块钱还推3阻4的，我养他这么大有什么用啊？看到了吗？我说要给你拿药，你妈1分钱都没转过来，就这你还整天要找妈妈的，现在知道你妈是个什么东西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妈妈不是这样的。嘿，还敢顶嘴？别打孩子。吓唬吓唬你，这么害怕干什么呀？你妈1分钱都没转过来，你这伤啊也不配买消炎药。走，回家去。妈，圆圆，云云受伤了，你们不在医院，为什么要在宠物诊所啊？人呢？不在这儿吗？可是定位明明显示的就是在这儿啊！您好，请问有没有2个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过来过？哦，你找他们啊？哎，他们的确来过。啊，你认识他们是吧？这他手机落这了，你还给他们吧。这是圆圆的手机。哦，他们说那个小女孩受伤了，现在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哎，你还是找他们自己看吧。我求你了，告诉我吧，那2个人到底对那个小女孩怎么样啊？我一直在外地工作，我拜托他们2个照顾我女儿，求你了，我真的需要知道真相。这毕竟是你们的家事，哎，我真的不好多说什么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他们到底把云云带哪儿去了？喂，妈，你们到底把云云带哪儿去了？去医院了吗？云云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上药？当然是去医院了。怎么，你不转钱，我就得看着云云难受啊！你别忘了，云云也是我的外孙女。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云云的事都不用你管，好好在外面上你的班就行。妈，还是你演技好，这下他应该不会怀疑什么了吧？这个小贱人，一声不吭的，偷偷摸摸的就回来。刚才在诊所你看到他的时候，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还好我们提前发现他，不偷啊，从后门溜了出去，还给那宠物医生塞了几百块钱，让他不要回来。现在唯一的变故就是这死丫头。圆圆，你说这些年小姨和外婆对你好不好？小姨和外婆对我很好，这才乖嘛！你妈妈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和外婆带着你，就能给你妈省去很多麻烦，你就不要再给你妈添麻烦了，懂吗？我懂的。哭什么？一会儿你妈就回来了，我们要吃大餐，你也能上桌跟我们一起，这是开心的事儿。来，笑一个。刚刚给妈打电话，他们应该是在家，估计应该带着云云回来了。云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些年，他们对云云的所作所为，
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在他们身上。谁呀？我，一个你们不想见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我姐回来了。姐，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跟妈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是啊，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家里也没准备像样的饭菜。姐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样的父母。你说，当着我的面对着孩子又打又骂的，而且宁愿给只狗看病都不会给孩子包扎一下，那孩子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啊！你们折磨了云云这么久，接下来换我来折磨。云云，想不想妈妈？想啊。这些年，妈妈在外面工作，多亏了小姨还有外婆照顾，这份恩情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。以后好好报答外婆还有小姨。你知道的。哎呀，姐，你有困难，我们帮帮忙不是应该的吗？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太见外了。妈，你去准备饭菜吧，我跟姐还有云云聊会儿天。好，还是圆圆考虑的周到，有她在旁边看着，想必云云那贱丫头也不敢胡说八道。来，云云，多吃点。吃那么快干嘛？没规矩，这要让外人看到，会嫌弃你有人生没人养的。是啊，云云，可是我们家的宝贝，吃饭呀就要有吃饭的样子，否则出去别人会说你有一身穷酸气。怎么，我闺女吃个饭还要被你们说三道四的？哎呀，姐，我跟妈不是那个意思，都不想好好吃饭是吧？行，那就都别吃了。你干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不是你下野的地方。爸，我倒还想问问你跟妹妹呢，你们这又是干什么呀？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们就在云云冷嘲热讽的，怎么，你们就这么见不得我跟云云好呀？行，那你们要是真的这么想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云云走，以后再也不回来碍你们的眼，这样行了吧？这女人突然发什么疯啊？可不能让她走了，不然以后谁还给我钱花？哎，姐，你别生气嘛，刚才是我和妈不对，我们刚才也是一时着急才说了云云几句，我们平时对云云都很好的。爷爷，你自己说，外婆和小姨平时对你好不好呀？小姨和外婆对我很好。云云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小姨跟外婆真的对你很好？是真的。那刚刚可能是我反应过激了，我向你们道歉。不过你们两个也得因为你们刚才的话向云云，刚才是小姨不对，小姨向你道歉，你原谅小姨好不好？你看我干什么？难道还要我给这个小丫头片子道歉？道歉只是个开始，以后我会用无数办法慢慢折磨你们，再亲手拿走你们最在乎的东西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妈，您是长辈，您自然是可以不用给云云道歉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想让我自己的孩子在这么封建的家庭里长大。算了，要不我还是带云云走吧。好，抱歉，我刚才不该那么对云云说话，这总行了吧？
刚刚云云没吃饱，我再带她出去吃点东西。是个野种，他怎么敢这么对我呢？怎么敢的？啊！谁让他有钱呢？你先别着急，等我们把他身上的钱全都搜刮干净了，马上把他撵出去。夏夏，我忍不了了，我一点都忍不了了，我要报复，我要给云云报。他们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怎么能把云云打成这样？他们简直是禽兽不是人！说吧，你想怎么报仇？妈妈，你别哭，云云不疼，云云一点都不疼。月月，是妈妈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。妈妈不哭，云云没事的。夏夏，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个事，一个人可能有些困难，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说吧，无论做什么，我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是狗娘养的。他们既然答应帮我照顾云云，无非就是能从我这里骗到钱。他们既然这么在意钱的话，那我就要把他们的钱全部都拿过。云云，接下来这些日子，你还像以前一样和小姨外婆相处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妈妈看到你身上的伤，这关系到我们以后的幸福，你能明白吗？明白的。好，那咱们现在真把自己当大爷了，回来没2天，什么都不做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我一个一把年纪的人，还要去揍他？妈，再忍一忍吧，他还能在家待几天啊？等他回去了，这个家还是我们说了算，而且啊，还可以再趁机给他多要一笔生活费呢。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让他在我面前作威作福试试。等会儿啊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投进去的钱又赚了1倍？哎呀，不，我不取出来，我的本金是60万，赚了1倍，那就是120万。我要继续投，我要全部都投进去。啊，好。妈，圆圆，快别做饭了，走，咱们今天呀出去吃顿大餐。姐，你发财了？是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赚了1倍？哎，你快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翻了1倍啊？我没说呀，你们听错了吧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？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赚钱这么好的消息可不能瞒着我们。哎呀，可能是在外面野惯了，早就不把我们当家人了吧？其实我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，是我一个朋友帮我做的，人家不让我往外说。姐，他不让你往外说，可是我们是家人呀，就跟我们说一下嘛，没关系的。行吧，就是我那个朋友，人家是做股票的，他有很多人脉，而且呀还能知道好多内幕消息呢。他每次让我买的股票几乎都赚了。股票？啊，这东西风险大得很啊，哪有赚不赔的呢？是啊妈，这股票风险很大的。哎呀，你们就先别问了，咱们今天先出去吃顿大餐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今天呀可是赚了好大一笔呢。哎，雨雨，来，妈妈带你去吃大餐了，来。
哎，不对，你刚才说你有60万本金，你哪来的60？哎呀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是我那好朋友帮我炒股赚的呀。其实我手里原先只有10来万，然后炒股赚到了60万，这一次又赚翻了1倍。我现在存款得有个120来万呢。哎，你们就别管这么多了。那你们平时吃穿不都得问我要钱吗？我手里没点钱怎么办呀？不是，妈，你们问我这个做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和圆圆先去换身衣服。哎，他从10来万一口气炒到了120万，哎呀，这是多大的利润呐！妍妍，这些年咱们也从那个野种手里拿了不少的钱，除了花掉的那些，大概也存了20-30万。要是咱们也能翻上10多倍，那以后的吃穿就不愁了呀。但是妈，这靠谱吗？万一全赔进去了，那我们……哎呀，凭什么他赵婉婉能赚钱，到了咱们这就要赔钱呢？不过，咱们也不能把全部的身家都搭进去，先拿出个几万，看看他到底靠不靠谱。对，先拿几万，投石问路。婉婉，你把这2万拿到你朋友那里，让你朋友操作一下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这可是我的养老钱，你要是敢赔进去了，看我怎么收。妈，你不是说连给云云看病的钱都没吗？哪来这么多现金啊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这是我的养老钱。怎么？难道要用我的养老钱给你养孩子吗？姐，你就帮妈把钱投进去吧。要是能赚到钱，我们就不用管你伸手要了，这样也能减轻你的压力，对吧？哎呀，不行，妈，我那朋友帮我操作，人家都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。不行！我告诉你啊，这2万块你必须给我投了，不然就带着你闺女从我家里给我滚出去，我就当没养过你这个逆女。妈，别叫我妈，连给我赚钱都不乐意，我还哪有脸当你妈呀？姐，你就答应妈吧，你看都给妈气成啥样了。哎呀，好，但是我得提前说好了啊，只有这么一次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朋友很有可能把我也踢出局了。好，一次就一次，先投一次。要是真能赚到钱，我有的是办法逼你帮我投。我就知道，随便泡个幼儿你们就会上钩。等着吧，这只是刚开始。这些年你们存的钱肯定不止这2万。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给我打几个电话了。没问题，我也想知道那对母女倾家荡产之后是什么表情。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不用避着云云吗？云云毕竟还小，要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我们可就要前功尽弃了。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云云再离开我的事情，而且我相信云已经长大了，她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好吧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那我先进去取钱了，走吧，云。哎呀，这才2天，2万就变成4万了，这挣钱速度也太快了，这可比抢银行还快呀！妈，这是第1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朋友说了，我要是再拿别人的钱让他投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这怎么行呢？不行啊，你得让他继续帮我们赚钱。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，凭什么让他一个人给赚了？对呀，你朋友要是不帮我们，那我们就曝光他。你朋友有这么好的内幕消息，肯定不正规，到时候给他曝光了，
那可就坐牢喽。妈，圆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朋友已经帮了咱们一次，人家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。哎呀，实在不行，那你就把你投进去的120万拿出来点，把我的钱补进去。咱们这钱我赚定了。不行，我朋友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姐，你确定吗？你朋友如果不同意，那我可就要发到短视频平台，跟他鱼死网破喽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呀？再这么下去，我朋友肯定也会把我给拉黑的。你朋友拉黑你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和圆圆把钱赚够就行，谁管你们死活？你等我会儿。这次我投10万。妈，你这次怎么投这么多啊？这可是炒股，万一全赔进去怎么办啊？赵婉婉的野种朋友应该还是挺靠谱的，投入越高，回报也就越大。这10万块钱依旧是试探，要是能再翻上1倍，我准备把咱们的全部存款都取出来。妈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？我有点怕。怕什么呀？赵婉婉手里现在最起码有几百万，要是咱们赔进去，我就向他要双倍赔偿。我就不信他敢不给。算下来已经拿了他们8万块钱了，你还要继续下诱饵吗？当然，既然要出手，那肯定是要把他们的所有家当全部掏。可你不知道他们到底藏了多少钱啊！我的确不知道他们藏了多少钱，不过我了解他们的性格。这次过后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了。不止他们的钱，还有这套房子，我都……妈，这里面是20万，你们赶紧收好存起来吧。我就说嘛，婉婉的朋友肯定靠谱，又翻了1倍，10万变成了20万。我要去买一套化妆品。哎呀，买什么买呀？现在正是钱生钱的时候，咱们现在得勒紧裤腰带，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婉婉朋友那。什么？你们还要投啊？不行，这次真的不行了。哎呀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等赚了钱，咱们就绝对不会麻烦他了，这总行了吧？什么？最后一次？啊，闭嘴！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妈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这次啊，真的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拿去投。终于上钩了。哎呀，妈，这次真的不行了。我不都说了吗？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了，还有没有把我当妈呀？哎呀，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是我朋友昨天都告诉我了，现在股市不太稳定，而且他拿到的内幕消息没有那么准了，随时都可能赔进去的。我也准备把我的钱都给转出来了。我劝你们呀，也别冒这个风险了。什么内幕消息不太准了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你就是不想帮我们赚钱了吧？啊，对，他就是那个意思。婉婉啊，你别听你那朋友瞎忽悠，咱们就跟他投这最后一次，以后绝对不会麻烦他了，这总行了吧？妈，他真的没骗我，真的可能会赔的。哎，有风险就有风险，就算是赔，那我也认了。姐，妈的某话说到这种份上了，你难道非要让妈跪下来求你吗？那好吧。这几天啊，我找到一个发财的路子，短短几天就赚了几十万了，估计过2天呢还能翻上一番。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带你们发财。好啊！妈，怎么了？咱们的钱全都赔进去了。什么？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姐，你可不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！妈可是把全部身家全都投进去了。对不起啊，妈，咱们投的钱全都赔了，1分都不剩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明明一直都是赚钱的呀！是我那朋友，他出了点事儿，拿到的是假的消息。咱们前2天买的那只股票，2天之内跌到了谷底，现在赔的1分钱都不剩了，咱们成穷光蛋了。你，我不管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赔进去那么多钱？打死你个美女！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反正我赔进去的钱，你全部都得还给我，1分都不能少！我都……妈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敢躲？你还敢这么和我说话？妈，我当初劝了你多少次，让你不要投，不要投，是你非不听，你逼着我把钱放到我朋友那儿的。现在赔了，你却反过来怪我，没有这样的道理啊！姐，你可不能推卸责任，反正是你让我和妈赔钱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把钱还给我们。对，赔钱！我一共投进去35万，连本带利，你得还40万。你要是不还，我就跟你没完！你们还是没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不止你那几十万，还有我那几百万全都赔进去了，1分钱都不剩。我现在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，你们还让我还40万，你们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呀？你妈，这炒股呢，本来就是赌博的一种，你要是赌赢了，自然是皆大欢喜；但是你这要是赌输了，你也得愿赌服输啊。我还是劝你赶紧想想，今天晚上去哪儿借点钱买菜吧。咱们一家4口，还带了条狗，总不能活生生被饿死吧？现在你们只是没了现金存款，这些年我给你们买的金首饰，还有各种贵重物品，你们也得通通给我还回来。一无所有之后，再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应该会很有趣吧？你们这么看着我也没用，我现在也是身无分文，我1分钱都赔不了你们。那你就去找你那朋友，让他赔钱。你觉得可能吗？赚钱的时候没想着给人家分钱，现在赔了还想人家赔钱？我们的钱没准已经被那个野种给吞了，他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是怎么对待云云那个小贱丫头的。等一会儿回去了，你想办法把她带出去，问问她，看看她有没有在赵婉婉面前胡说八道。圆圆，小姨带你去零食店买零食吃好不好？今天你想买什么，咱们就买什么，好不好？小姨请客，是吧？要听小姨的话啊。知道的。妈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我的好妈妈，还有我的好妹妹，又一场游戏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圆圆，告诉小姨，这几天有没有去妈妈那里污蔑外婆和小姨呀？小姨，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可千万不要骗小姨哦。过几天你妈妈就会离开了，到时候还是小姨和外婆养着你。到时候，小姨，我没骗你，我不敢的。他什么都没说，那赵婉婉就还是不知道我和妈曾经虐待过这死丫头，那他就没有理由报复我们。难道那些钱真的不是被他私吞了？绝对不行！价值60万的东西，你才给我30万。你也说了，你是急用钱，我能拿出30万来给你应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问问在场的，谁愿意拿出30万来买你那个破镯子？你买不起，买不起，这可是30万，现在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， 60多万的东西
30万就能买，这不是反手就能挣到30多万？这可是天大的便宜呀！你怎么证明你镯子是真的？看清楚了吗？这可是顶级鉴定师洪三金亲自鉴定过的宝贝，价值68万。你要不要买？40万卖给你，他才给我30万，我就算是摔了也不卖给他。竟然是真的！那你怎么不卖给古董店啊？是他说要买我的镯子，我才从家里拿出来的，可他才给我30万，这不摆明了坑人吗？啊，肯定是背着家里人偷偷把手镯拿出来的，所以不敢拿到正规店去卖。我给你35万，你这手镯卖给我吧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这镯子是我先定下的，定什么定？钱都没给呢，他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。哎，说好了，35万，你在这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回家取钱去啊。妈，妹妹，你们马上就要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妈，好事儿！天大的好事儿！什么好事儿啊？咱回房间再说。走。圆圆，到妈妈这儿来。35万，我哪还有那么多钱呢？妈，你不是还有几个金镯子、金戒指、金项链什么的吗？哎，还有你那些包包，加在一起也很多钱了，凑一凑也就够了。哎呀妈，等那个镯子到手，转手就能卖出20-30万，到时候我们就有钱了。这样的机会这辈子只有一次啊！可是那些东西是我最后的家底儿啊！哎呀妈，等咱们赚了钱再买回来不就是了吗？哎呀妈！好，那我听你的，干！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改不掉爱占便宜的老毛病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让你们占一次便宜，栽个大跟头，好好长长记性。他们下去了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怎么也值35万了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现在这手镯是我的了。那行吧，要不是我急用钱啊，绝对不会把这么好的手镯贱卖的。我已经跟他谈好了，你们现在横插一杠，什么意思啊？嘿，你自己拿不出钱，他也不愿意卖给你，这不就是你自己活该了？怪得了谁？咱们得赶紧把东西给卖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下可发大了呀！走。距离替云云报仇又近了一步。现在他们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，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等他们回家，我还要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叫过来，再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假的？什么？假的？这手镯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您再给好好看看，这上面可是有洪三金大师的鉴定证书啊！抱歉，手镯确实是假的，最多值200块钱。至于这鉴定证书，当然也是假的，也是假的，也是假的。奸诈的骗子，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！用一个破手镯就骗走了我那么多的金首饰和名牌包包，他们不得好死啊！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咱们还是赶快报警吧。
咱们这一大家子呀，已经好久都没一块聚过了。我妈跟圆圆见到你们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妈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警察都说了，会尽力帮我们把东西追回来的。都怪你，出个门都能被骗这么多钱，那可都是我全部的家底呀！哎，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赵婉婉回来之后，我们就格外的不顺。先是赔了存款，现在连我们所有值钱东西都被骗了。你是说，是赵婉婉故意搞我们的？应该是这样。他个野种，竟敢算计到老娘头上！走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对，不但要收拾他，还要他把偷我们的钱全都还回来。赵婉婉，赵婉婉，你个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妈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妈恨不得成天把你捆在身边，一步也不放你离开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，你以为有了你妈撑腰，就敢跟我顶嘴了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妈妈她人去哪儿了？还为什么问？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问你们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圆圆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们要喊着打死她！我是她外婆，我打她还需要理由吗？不只是她，就算是你，我想打死你，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站在那儿，让我打。妈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我跟圆圆吗？对，我就是容不下你们。你这个扫把星，自从你来了我们家，我就没有一天的好日子。我恨不得你还有你生的这个小贱人早点去死啊！妈，爸的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，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对我，肯定会难过的。叔叔伯伯兄弟姐妹，他们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能管我的家事啊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们可是我们的亲人呐！狗屁亲人！要不是我给他们面子，他们连进我家门的资格都没有。是吗？这么说，我们这些人和你攀关系倒是死皮赖。这么说，我们这些人和你攀关系倒是死皮赖脸了。大哥、大伯、三姑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我们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婉婉在你这里竟然过得这种日子，更不知道你是这样看待我们这些人的。看来我让这些亲戚去买礼物，自己先过来，让李秀婷暴露出丑恶的嘴脸，是个正确的决定。妈妈、妹妹，你们很快就要人赠狗嫌了。李秀婷，见你这么看不上我们，以后我们两家没必要再来往了。别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是赵婉婉先骗了我们的钱，我这是气急了才口无遮言的。妈，你要是想往我身上加什么罪名，你就加什么罪名吧，反正你也总能找到嫌弃我的理由。不是，赵婉婉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姐，当着叔叔伯伯的面，你怎么能这么差？明明是你先惹妈生气的。闭嘴！刚刚要打圆圆的就是你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亲戚啊？我们家和你们家以后不用再来往了。之前你求我家跟你们家圆圆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可是今天呢，我看是没有必要了。走，快走！哎，婉婉，你还不走吗？李秀婷都那样对你了，你留下来还有什么？李秀婷都那样对你了，你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走，我妈怎么说也含辛茹苦把我养到大，她可以对我无情，但是我不能对她不义呀。哎呦，你呀，哎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我都要被你气死了！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女！我还没彻底将你们推入深渊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妈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惹您生气了，但是我愿意给您道歉。
对不起，求您原谅我吧。你这又是玩的什么把戏啊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钱，对，我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向他要雨钱。你妈，我愿意孝敬您，我求您了，您别赶我走行不行？那行，你先起来。我问你，那2个骗我们金首饰和名牌包包的人，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什么？你的金首饰还有名牌包包都被别人给骗走了？哎呀妈，先不问这些，先要钱，要钱呐！你想孝敬我？对，我想孝敬你。那你就把我赔进去的钱全都还给我，不然就别想让我原谅你。好，还有生活费。现在家里都没有一点钱了，你得给我生活费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先出去借点，应该还能借个几千块钱，到时候您先拿着用着。哎，看着你还算是有点诚意，那就回来吧。不过，你要是以后再敢跟我顶嘴，我发誓，妈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。因为你们很快就要被我赶出家门了。妈，我暂时就借到这些，你先拿着用。这么少，这才3000吧？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？这么大个人了，就只借到这点钱。你继续去借钱，多借点。要是借不到，就带着你生的这个野种，从我房子里滚出去！妈，你跟妹妹要去哪儿啊？哪来这么多废话呀？赶紧去借你的钱去！终于走了，你们更恐怖的噩梦要来了。唉，钱虽然不多，也够我们吃几顿的了。妈，你可得催着他一直借钱，让他赶紧把欠我们的钱还回来。走。整个房子都被玩上了监控，没有任何死角。这次应该可以找到我的好妈妈和好妹妹虐待过女儿的证据。不知道他们看到自己被挂到热搜榜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？妈，我再出去看看，还能再找谁借点钱？云云就拜托你照顾了。去吧去吧，还记得多弄点。再拿个几千块钱糊弄我，我饶不了你。我尽量吧。去吧，云云。你这房子挺不错的，要不我长租下来，以后给你做邻居。这种事儿啊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还是先看看云云状况怎么样，得赶紧想办法拿到他们虐待云云的证据。如果他们故态萌生，你会报警吗？不报警，他们都那么对你了，你不会还顾忌着什么血肉亲情吧？我不报警，不是为了放过他们，而是觉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也太便宜他们。但他们的钱全在你这里了，现在一穷二白的，你打算怎么惩罚他们？去洗碗去，给我洗干净点。要是让我发现有一点油渍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死丫头，好几天没干活了，剩了一堆家务活，得赶紧让她都干了，要不真以为自己是小公主了。这套房子还在李秀婷名下，你要把房子抢过来？这是他们欠云云的。死丫头，你找死是吧？不好，云云要出事。外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你知道一个碗要多少钱吗？就是让你洗个碗而已，你就给我摔碎了是吧？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对，狠狠的打。这死丫头跟她妈待了几天之后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以前她哪敢把碗打碎啊？我看她就是不想干活，故意把碗摔碎给我们看呢。妈，你要是下不去手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不是去借钱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已经原谅过你们一次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圆圆？圆圆，别怕，妈妈回来了，只要有妈妈在，他们谁都不能伤害你。姐，你别误会，我跟妈教圆圆洗碗呢。啊，对，我们在教圆圆洗碗呢。你们真当我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连我和你妹妹说的话都不信了是吧？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妈费心费力帮你带孩子，只不过让她做点家务活，你就给我摆张臭脸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不信你问圆圆，是不是在教你做事儿？啊！你敢打我！啊！赵婉婉，你敢打我！啊！我打你，我恨不得打死你！都到现在了，你们是真当我傻呀？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是怎么对待圆圆的？赵婉婉，你敢当着我的面打圆圆，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哎，阿姨，你是长辈，婉婉不方便打你，但我不一样，我是个外人，就没那么多顾忌了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动婉婉一根头发。李秀婷、赵圆圆，我对你们一忍再忍，你们却变本加厉。好，你们虐待圆圆已经构成了犯罪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咱们法庭上见。你们妈，怎么办啊？我听那贱人的意思，他这是要告我们呀！他敢！我可是他妈，他敢告我，我就让他身败名裂，让所有人都戳他脊梁骨。妈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赵婉婉这个贱人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和我们翻脸了，她根本不用找什么证据，只要给警察看看云云身上的伤，我们两个就都得去坐牢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去跟他道歉吧？哎呀，他以前那么尊重我的，我都已经跟他道过歉了，他总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吧？现在看来只能这样了，要是知道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就应该早点弄死那个死丫头。云云，你还怕不怕？云云知道妈妈会保护云云，云云不怕。云云放心，以后妈妈绝对不会再给他们伤害你的机会。我也要让他们为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想要他们心甘情愿的把房子转在你名下，应该不太容易。房子，他们必须。婉婉，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帮你从他们身上扒下一层皮。老王，谢谢你啊！你身为律师，我却让你跟我一块做这样的事儿。连这么小的孩子，他们都下得去手，像这种天生的恶人就应该身无分文，居无定所。帮你惩罚他们，我也算是惩恶扬善了。你找谁啊？李女士是吧？我是振华律师所的王正义，受赵婉婉女士所托，全权代理她女儿受虐一案。我正式通知你，3天之内，我将代表赵婉婉女士将你和赵媛媛告上法庭，希望你们能准时出庭。赵婉婉她疯了，她真要告我们呀！我们可是她家人啊！我只是来通知你们的，希望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其他的事和我无关。你们要是不想上法庭，可以在3天内争取得到赵婉婉女士的谅解。告辞。怎么办嘛？他连律师都找了，这是铁了心要告我们呀！你
你没跟他打电话道歉吗？哎呦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说呢。我这就打。哎呀，婉婉啊，你怎么还真的找律师告我们了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真的没有打云云，这都是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你们去和法官解释吧。他挂了，他竟然敢挂我电话！他都铁了心要跟我们翻脸了，怎么不敢挂你电话呀？我们现在要赶紧找到他，当面求他，让他不要把事情闹大才行。这么大个城市，上哪找去啊？对了，他不是和徐夏关系最好吗？没准啊，就是躲到徐夏家去了。来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行。王律师已经吓过他们一次了，他们应该已经害怕了。没人比他们更清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。一旦上了法庭，他们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。为了不坐牢，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来跟我和解的。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这儿。你想好怎么应付他们了吗？我不需要应付他们。来了。婉婉，妈跟你那人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婉婉，我求你了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可是你妈呀，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难道你非要看见我进监狱才开心吗？姐，你问都不问一句，就是我们虐待云云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做过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吧？哎呀，圆圆，不要说了，婉婉既然误会了我们，那自然是有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只管道歉啊！只要婉婉肯原谅我们，别说是下跪，哪怕是让我们磕头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婉婉，要不我就给你磕一个吧。婉婉，你现在可以原谅妈妈了吗？姐，妈都做到这种地步了，你总该适可而止吧？母闺女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们那么对云云都没有天打雷劈，我凭什么要被雷劈啊？行，今天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我今天必须要出了这口气。你们，我到。是我说，你是铁了心要把我和圆圆送进去了，是吧？是。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孽种啊！知道你这么不孝，当初那个死鬼把你抱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把你溺死在马桶里。你想告就告，没有证据，我看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就算他身上有伤，你凭什么就认定是我们弄的？万一是他自己摔的呢？也没准儿是你自己虐待云云，会依赖到我们身上的呢。你怎么总是瞧？我等着你把我们送进去。怎么办？他们压根没提赔偿云云的事儿。没关系，他们还会再来找我的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呸！什么东西？给他点脸，竟然还敢骑到老梁头上了！等着吧，最好别落在我手里，不然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平时对我们那么好，原来都是装的。我们只不过是责备了云云死丫头几句，又没死又没残的，他竟然跟我们拼命，真是狼心狗肺。圆圆，你别怕，妈也去找律师给咱们打官司。反正啊，他也没证据，到时候咱们还可以反告他诽谤诬陷，跟他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对，就这么做。
李秀婷和赵媛媛是吧？接到报警，听说你们涉嫌虐待儿童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？妈的，没有证据，让我们在里面待了24个小时，凭什么呀？妈，你小声点吧，警察可是说了，我们是重大嫌疑人，有了证据，我们马上就会被拘留，情节严重的，甚至还会被判刑的。那我们做的这些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吗？应该算吧。这么说，我们还要去求那个野种了。云云，过段时间跟妈妈去妈妈上班的地方好不好？妈妈一定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学校。好，云云再也不想和妈妈分开啦。那2个人也真是蠢，要是好好对云云，估计你都可以养他们一辈子的，偏偏要做妖。以前是我傻，但是现在我不傻了，我自然是要把我送出去的东西全部都要回来。算算时间，他们应该也快过来了。婉婉，在警察局待了这么久，应该也不好受吧？还既然你，姐，你们这次能安然无恙的出来，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怎么，真以为我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有证据，但是我没拿出来。你们自己想想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让云云受了太多委屈，必须拿出相应的补偿。原来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就是为了钱啊！可我的钱全部都赔进去了，我现在是身无分文，1毛钱也给不了你。是啊，姐，咱家什么情况你最清楚啊，哪还有多余的钱拿出来做补偿啊？是啊，你们的确是没想了。不过，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妈，您那套房子应该也值个100来万吧？你想要房子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和妈就剩这一套房子了，给了你，那我们住哪儿？小婉婉，即使我们有再多不对的地方，你也不用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？说到底，你们还是不愿意把这房子给拿出来，是吗？房子就是我的命，就别做梦了。你有能耐就让警察把我们给抓进去啊！婉婉，你别怕，他说有证据就有证据啊，就是吓唬咱们。对，妈，我们不用管他，我们在警局待了1天，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吗？妈，我们不求他了，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走。你知道一个碗要多少钱吗？就是让你洗个碗而已，你给我摔碎了是吧？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当然是监控视频的声音。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自己做过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会有这种视频的？你猜？你在家里安监控了？你好端端的在家里装监控干啥？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平时是怎么对待云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装监控就是为了拿到证据。所以我的那些钱也都没有全部赔到股票里，都被你给骗走了，对不对？你的钱的确赔进去了，这一点我没骗你。让我主动承认诈骗，反被你们告到法庭吗？真把我当傻子。这样的证据我还有很多，用不用我全部放给你们看看？这些视频再加上云云身上受的那些伤，足够把你们送进去了吧？现在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这房子你们是给还是不给？坐牢还是把房子赔给云云？告诉你们要怎么选？妈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！哎呀，闭嘴吧你！你不想坐牢啊？可他要的是房子，没了房子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只能流落街头了。可是那也比坐牢强啊！我听说监狱里面很可怕的。你是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我只是想替云云讨个公道。算了，我不逼你们了。姐，你是不要房子了吗？啊，我不要了。婉婉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这么绝情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提供证据。
么？哎呀，你怎么又报警啊？夏夏，报警！他要是再敢抢你的手机，就告他入室抢劫。好，好，我把房本给你们，这总行了吧？给他吧，给了他，我们就都清静了。走吧，现在回去拿房本，过户。房本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得把视频给删了，而且绝对不能留备份，也不能把视频再给警察。等房子过户到我名下，这些视频我自然会当着你的面全部删掉。喂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把视频删了，云云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。看清楚了，我已经当着你们的面把所有视频都删了。我跟妈要跟你断绝关系，赵婉婉，因为你的斤斤计较，你已经彻底失去我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亲人了。我宁可从来都没有你们这样的亲人。喂，夏夏，接下来的计划可以开始了。就算把房本改成那个野种的名字，又怎么样？我就住在这儿，谁敢把我赶出去？从法律上讲，您是他妈，我是他妹妹，那亲妈和亲妹妹住他房子，理所应当啊！谁敢说三道四，我就撕烂他的嘴。肯定是赵婉婉，她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把我们赶出去吗？哼，赶我们出去，他敢，他要是敢对我们动粗，我就去满小区嚷嚷，说他要把他亲妈和亲妹妹赶出家门，让我们流落街头，让全小区的人都戳他脊梁骨。走。你们跑到我们家门口欺负我们，你们也太猖狂了吧！信不信我马上报警啊！就是他们虐待一个5、6岁的小孩子，对那小女孩动辄打骂，他们简直不是人，是人渣，是畜生！这种人渣畜生就不配在我们小区住着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俩身败名裂。事情是你说出去的？我没有。还敢否认？我只上下把视频传到了网上，顺便买了热搜。现在估计全网人民都知道你的罪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会把视频删掉的吗？你出尔反尔，我和你急了！果然是个怪种，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还想打人！你们被骗了，这视频是假的，我是冤枉的呀！经过警方专业鉴定，网上广为流传的李秀婷和赵媛媛虐待孩童的视频全部属实。李秀婷、赵媛媛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又报警了！我都把房子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？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云云好的。我可是你亲妹妹呀！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你就忍心看着我被警察带走吗？我要是被警察带进去了，我这辈子我就完了呀！你们那么对云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毁了云云的一辈子？赵婉婉，你出尔反尔，不得好死！警察同志，看来李秀婷还是不知悔改，麻烦您了，把她带走吧。要是有什么我需要配合的，您随时联系。不要，赵婉婉，你给我等着！
等我出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入狱，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李秀婷和赵媛媛被判了3年，又威胁不到你和云云了，你干嘛非得把房子卖了？以后打算不回来啦？不回来了，我打算让云云和以前的生活彻底切割。那以后我去找你玩，衣食住行可得给我全包啦。好，我全包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恶人，这些恶人也会做出很多恶事。我没办法改变所有恶人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遇到恶人行恶事的时候，想办法让他们恶有恶报。